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文字游戏林则徐禁烟。这是一期投稿，投稿的小伙伴是评机专家。本作是外星科技，1997年发售的。我记得那段时间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这些国产公司出品的文字类卡带，也叫做智力卡。本作当年在电软上还有过报道。游戏的类型很难界定，说是 RPG 游戏吧，它没有升级的元素；说是动作游戏吧，它还有需要大量对话获得线索的地方。所以说可以暂定为 AVG。本作控制的角色叫做龙吟羽，身份是太极武馆的馆主。这个角色和林则徐的关系就像是展昭和包拯，以及李元芳和狄仁杰。游戏的流程一共是4关，4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叫做情鼠入瓮。游戏的一开始，龙吟羽就要来英国商馆来调查毒品的走私贩子，号称铁头老鼠的查顿。查顿这个人历史上确有其人啊。游戏后面的流程当中也会出现很多历史人物，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他们的人物传记或者是经历。本章的一开始，首先要去市集打探英国商馆的位置，然后再前往。经过了一番打斗，知道了铁头老鼠的下落，是前往了都标韩兆定的家。回来和林则徐报信，林则徐表示，如果你想去韩兆定家的话，你需要通过岐善府花园的密道。这个信息也不知道林大人是怎么掌握的呀。游戏当中场景切换的时候会有一段黑屏，每个黑屏的部分大概是 0.1 秒左右，我都给剪掉了。这样做的话，视频虽然更流畅一点，但是 BGM 有点接不上。所谓的密道就是这口井。这里又爆发了战斗，游戏进入到了动作的部分。本作的攻击判定不太严谨，跳踢是一个很实用的技能，可以非常方便的把对面压制住。另外，游戏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 bug，就是你贴在屏幕的最右侧，你人物的被攻击判定，还有很多被打出去的敌人会在屏幕的左侧出现，这就是游戏卷轴的问题。另外，按键之后出现的招式也不是完全固定的，有一定的随机要素。所以说很多时候你只能保证在动作的部分，大的方向、大的思路是用各种跳跃攻击，但还是难免要掉血的。
像这种游戏，我估计经历过红白机时代的小伙伴都没少玩。我玩过更离谱的啊！我记得有一款泰坦尼克号，我甚至还玩过口袋妖怪以及葫芦娃。那2款游戏好像是南京做的吧？有几个厂商是经常做那样的文字类游戏的，而且一些个别的卡带在一些机型上，尤其是学习机上还不太兼容。这里明显是一个精英怪，打出来的道具一般来说都是回血的。这里有一段剧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里打的就是韩兆定韩大人，韩大人使用的好像是蛤蟆功啊，还是铁头功啊？这样的话，第1关就过了。前3个章节过关的话，通关的画面都是一样的。第2章叫做《跌魂黑风林》，开场林大人就让龙吟宇龙馆长去英国商馆送玉帖，这算是一种警告吧。商馆这个路线因为上一章已经打探清楚了，所以本章去的话直接前往就可以了，不用再绕道市集去进行关键性的对话。第2章会引出不少人物，首先就是义律，紧接着还会出现颠地，这是翻译问题啊，实际上它就是登特。义律到这儿贿赂了齐善，齐善是一个保守派啊，义和派。本关的目标就是登特。历史上这个人是被林则徐驱逐出境了。咱们首先去商馆来要人，结果发现登特在齐善的帮助下跑了。游戏难得的加入了一段动画，这里就是所谓的黑风林了。第2章的战斗难度应该是整个流程当中最高的，敌方的血量明显比第1章多了很多。另外还出现了像刚才那种女性的角色，会远程的飞行道具，不是很好对付。又来一个，感觉一个杂兵的血量都快赶上 BOSS 了呀。游戏的右下角就是本章 BOSS 的头像，当 BOSS 出现的时候，他的头像左侧也会出现他的血条。同时面对2个敌人就很吃亏。幸亏是给了个回血道具，不然的话已经见底儿了。
这个场景做的还是不错的。我记得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包青天》那款游戏，使用的是展昭。那款游戏纯粹就是一个动作类游戏了，没有什么解谜的要素。动作的部分其实做的也是一塌糊涂，很多的判定莫名其妙啊。敌人还有爬虫类，这个地方吃亏了呀，打了2个敌人，没给回血道具，危险了。这个地方利用到了游戏边缘的一个良性 bug 呀。这个问题在很多早年的游戏当中都有出现过，尤其是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敌人在边缘的时候，往往他能够打到你，你打不到他呀。那刚才就是反过来了，这个家伙就是登特。倒地之后起身飞踢，他的这个 AI 简直太简陋了呀！最后还相杀了，差一点啊！这关过得好险。第3章，奇袭老狼号。老狼号是一个商船，是琦善用来走私鸦片用的。本章一开始要去琦善的家打探消息，很多小伙伴可能当年就是在这里被卡住的，因为如果你想要顺利的通过这个流程，你是需要藏在琦善家的墙后来打探消息。那很多小伙伴可能当年不知道这里，所以就卡住了。这种所谓的卡剧情，其实在当年的很多文字类游戏里边都非常常见，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解决的办法无非就是几种，第一呢，就是和所有人对话；第二就是调查这个地图的所有角落；第三就是把所有看起来比较可疑的道具使用一遍。我记得我卡的比较严重的就是最终幻想1找飞艇，简直了，不知道飞艇在哪儿，因为整个世界地图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就像无头苍蝇一样，满世界找人对话，在大地图上每一个可疑的地方都去调查，最后终于是找到了。游戏现在就来到了老狼号上，这个地方出现闪电的时候竟然会黑屏，我觉得这是反过来了呀。你应该有闪电的情况下把地图照亮好不好？因为类似的设定咱们在玩忍者龙剑传2代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地方涉及到图层的切换交替显示，所以我估计以外星科技的技术实力或者是开发成本都不允许那样的操作啊。
第3关的战斗部分就比第2关简单不少啊，而且这也是游戏最后的动作战斗部分。有一个杂兵像是卡到那儿一样，一直在开枪。打出来的葫芦能够加血也就算了，为什么这些钻石能加血？我只能说龙馆长好哑口啊！大家注意，有一个敌人被从屏幕的右侧踢出去了，现在在左侧出现了，而且还在不断的挨打，合理啊！地球毕竟是一个球体，咱们小的时候玩热血躲避球的时候，有一些必杀可以把对面的敌人从屏幕的右侧打出去，然后从左边飞回来。当然了，我自己也被从屏幕的左边打出去，从右边飞回来过呀。本关虽然的目的是为了抓琦善，但是这里打的并不是琦善，而是英商亚伯。他的战斗力就比上一关的登特要弱了不少啊。第4章血战川碧阳，本章就要招募水师了。硬说战斗的话是2场，第1场是在炮台上去轰击敌方的战舰，第2场就是要开船了。开船的话难度不是很高，有一点需要注意，你需要熟悉这款游戏的非常奇怪的攻击判定，和敌方错着线打，而且错线的幅度非常大。现在要赶往码头。第4章的流程并不长，但是当年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很少有人能够打到这个位置。比如说有的小伙伴是卡在了第2章的战斗部分，有的呢是卡在了琦善府里边听情报的部分。甚至有的在第1关压根儿就没有找到英国的商馆。这个地方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报告，说是敌方的旗舰被击中了，逃跑了，然后就要开始海战的部分。海战的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判定多离谱吧。当然了，敌方也会在不同的位置出兵，比如说身后，而且后面的敌人也是会移动的。动起来的话就要不断的窜线了，或者是也在移动的过程当中给敌方以打击。如果船只掉血的话，也可以捡敌方掉落的这些回复道具。但是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船捡了一个葫芦就会回复你船的耐久度啊？这里被夹击了，但是敌方有一个船没动啊。后面还有一艘大船要打，也就是这款游戏的最终 BOSS 了。
这个地方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注意林大人传的血量啊！要不是搞了2个回血道具，半条都没有了。这里就是最终 BOSS 战，感觉占了一个安全位啊。好的，通关。那好吧，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文字类卡带，林则徐禁烟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也感谢评级专家的投稿。咱们下个游戏再见。